我站在凉飕飕的楼道里，戴着老花镜，细细端详着那些照片。照片上的每一个人，我都很熟悉。他们是我的丈夫陈秋实，我的儿女陈楚、陈淼，是我在这世上的至亲之人。照片上，他们笑得可真开心啊！我突然想起来，前2年过年的时候，我想趁着大家都换了新衣服，在沙发上拍张全家福。当时他们怎么说的来着？哎呀，好麻烦呀，下次吧。现在谁还拍那种合家欢的大合照啊？显得傻兮兮的。原来他们只是不想跟我拍照啊。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他们早就簇拥着另一个女人，拍了这么多傻兮兮的全家福。这女人我认识，她和陈秋实是同一批去我们那下乡的知青，也是陈秋实口中的灵魂伴侣郑方然。我握着手机的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。邻居家的小孩犹豫了一会，轻声开口：“赵奶奶，电话可以还给我了吗？”我点点头，把手机递回小孩手里，转身回到了只有我一个人的家。我茫然地在家里走来走去，这房子明明没什么变化，可我今天突然觉得，看哪里都空荡荡的。以前婆婆瘫痪在床，身边离不开人照顾，陈秋实一个大男人，翻身擦洗这些都不是很方便。我又舍不得儿女受累，我心里觉得他们的手应该用来读书写字，做些有意义的事，而不是和屎尿打交道。每次他们节假日出去旅游散心，我都主动留在了家里，一边洗着婆婆弄脏的裤子和床单，一边盼着他们回来，给我讲讲那些我没见过的地方。可儿子女儿回来之后，还要忙着学习。好在陈秋实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礼物，也就是在这种时候，他才会搂着我的肩膀，温声软语地对我说：“辛苦你了，这个家真的不能没有你，国英。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，就是娶了你。我在乡下长大，见惯了粗粝的汉子，被他夸了几句，只觉得心头像进了蜜，就连骨头都轻飘飘的。想到这，我回到卧室，翻出了那个小箱子。这个箱子是我的陪嫁，里面装着的就是我这30几年婚姻里得到的为数不多的温情：一条丝巾，几朵干花，2张明信片，一个缺了角的海螺，还有一对陶瓷小玩偶。现在看看，这些东西做工粗劣，大概也都是一些街边小摊随手买来敷衍我的。他就是用这些东西哄了我30几年啊！我突然想起刚看到的照片上，郑方然脖子上系着的丝巾还印着 LV， 儿子给他女朋友也买过一条，要几千块，那小小的一条，足够买下我整个衣柜里的衣服。我还记得陈秋实送我干花的时候，对我说的是：鲜花都是不实际的东西，几天就会腐败。而我送你的干花，就像我们的婚姻一样，常开不败。现在想想，可不是吗？我们俩的日子，就像干花一样，看似永不凋零，实际上干巴巴的，落满了灰都没人在意。如果他真的觉得干花好，那为什么照片上郑方然的怀里抱着满满一大捧玫瑰花？我越想越气，带着满腔愤恨拨通了陈秋实的电话。他接得很慢，声音也很小：“有事快说。”我开门见山：“你车上坐不下一个我，却坐得下郑方然，是吗？”陈秋实愣了一下，很快就找到了借口：“人家会导航，我和儿子住的酒店也是人家帮忙订的，你怎么还跟人家攀比起来了？”我被气笑了。我好歹也有个高中学历，又不是不识字，怎么就不会导航了呢？那么多酒店，除了他别人订不到了吗？怎么他订的酒店会自动给你脱衣服，床也更软和，是吗？电话那边隐隐传来呼唤陈秋实的声音，他没跟我继续掰扯，只是敷衍了2句：“净瞎扯，你可别出去胡言乱语，
方然是我的至交好友，我们俩清清白白的，不就是这次旅游没带上你吗？下次让你跟着来，行了吧？”他说完，匆匆忙忙就挂断了电话。没多大会，儿子给我发来消息：“妈，郑姨这次在她朋友那帮忙订的酒店，还给了很大折扣呢。你这把年纪了，怎么还吃起老陈醋来了呢？我和淼淼都在旁边呢，人家俩人光明正大的，你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对了，我让别人帮我新装了台电脑，大概明天就能送到。妈，你记得帮我从驿站取回来，搬的时候可千万要小心点呢，挺贵的。”我被气笑了。出去旅游，他说心疼我腰不好，不能久坐，让我搬电脑的时候，他倒是忘了我的腰搬不了重物了。算了，不长心的东西，和他那个爸爸一模一样。陈秋实不也只是嘴上说说好听的，在外面博一个孝顺的好名声，实际上把婆婆的事全塞给我吗？婆婆一摊就是10几年。陈秋实嘴上心疼老娘，时不时跟别人聊起来的时候，还要为老娘流几滴猫尿，实际上连他老娘的尿壶都没碰过几次。我反反复复地看着陈秋实朋友圈里的那张照片，又看了看自己干燥皲裂的双手，满心只有一个念头：他们凭什么这么欺负我？手机响了几声，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，打开一看，邻居小孩把陈秋实的那些朋友圈截图给我发了过来。赵奶奶，这都是我从我奶奶微信里截下来的，回头有新消息我再告诉你。真是个热心的孩子，还在截图后面给我分析了时间线。原来每隔几个月他们就要出游一次，有时是他们2个人，有时候还会带上我生的儿女。这些年来从未间断，他甚至大大方方地把照片发出来给所有人看，只屏蔽了我一个人。这些年我哪有闲心和别人攀谈，做不完的家务，洗不完的床单，早就把我折腾得精疲力尽了。婆婆被我照顾得连个褥疮都没有，那都是我坚持每天擦洗给她按摩的结果。要不是这次她一时疏忽，忘了屏蔽我可能还像以前的每一次守在家里等她回来。可我就不明白了，她要是这么喜欢郑方然，为什么没娶了她？当初明明是她自己主动追求我，要跟我结婚的。想当初我也算是村里一枝花，还是我们村里少有的文化人。我妈一个寡妇，咬着牙一直供我读完了高中。要不是突然就有人传出去，说我脾气泼辣，招三惹四，求亲的人本来是不少的。可我错哪了？那几个臭流氓偷偷爬我们家院墙，我打错了，国家都判他们刑了，那肯定是他们做错事，凭啥说我泼辣？我本来是不在乎流言的，但是到了年龄没人提亲，愁坏了我妈，她本就得了肺痨，这下更严重了，白天哭晚上哭，只说怪她还是不够谨慎小心，才会招惹了那些流氓。那时候大家都保守，男女间多说几句话都会被传绯闻。我妈每天低垂着头，裹得严严实实，她哪里错了呢？可流言这个东西，她本就只看强弱，不分对错，让那些人的嘴消停下去的，是陈秋实胆子红着脸，当着全村人的面往我手里塞了封情书。村里这下没人说我了，人家都说，看，还是赵国英那丫头眼光好啊，一下就相中这波知青里最有出息的大学生。我嫁了人，还是他们高看的人，他们就连带着也高看了我一眼。我心里其实是感谢陈秋实的，我妈一辈子过得苦，要不是见我终身有靠，她怕是走都走得不安生。为了这个，我这半辈子都没对陈秋实都没说过半个不字。他考上大学，我给他做新衣服，补贴生活费；他工作了，我为他生儿育女，替他尽孝。
我是他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他也曾经在伟人像前面郑重宣誓，说过要一辈子对我好，对婚姻忠诚。如果他一早就说他喜欢郑方然，我根本不会嫁给他，更不可能抓着他不撒手。他怎么可以这么欺负人？我气得眼睛发胀，胸口堵得慌，想给他几巴掌，还想踹他几脚。可现在人不在我面前，我也只能对着空气发脾气。沙发上摊着陈秋实的西装，这本来是为他参加什么表彰大会准备的。我抓起那件衣服就扔在地上，使劲在上面踩了几脚，有点解气。我开始在家里寻觅下一个拿来撒气的物件。卧室和书房大都是陈秋实的东西，棉麻料的衣服，千层底的鞋子，他的破笔、破砚台、破字画。陈秋实在外面装着体面文化人，这里的一件一件都是需要我去伺候的祖宗。棉麻爱起褶子，上身前要仔仔细细地熨一遍。那些笔墨金贵得很，怎么洗、怎么晾都是有讲究的。我做这些的时候，陈秋实也会夸我。他说：“得贤妻如此，夫复何求啊？”他倒是心满意足，家里有我伺候老小，家外有灵魂伴侣陪他游山玩水，合着我就是个冤种。我满肚子的火没处撒，随手抓了个砚台就想往地上砸，可是手举起来了，怎么也舍不得就这么落下。我记得他跟我炫耀过，这东西还挺值钱的，砚台又没欺负我，摔了怪可惜的。长出一口气之后，我还是把东西放了回去，心里暗骂自己，真没出息。不过摔了砸了是糟践东西，那我是送人不就得了吗？说干就干。我从衣柜里翻出一个行李箱，把那些笔墨字画用宣纸一包，全塞了进去，拖着箱子就出了家门。我有个老同学在市图书馆工作，前几年我们在医院遇见的时候还寒暄过几句。我拖着箱子直接就找了过去，听我说清来意后，他目瞪口呆，这些可都是好东西，全不要了。对，陈秋实有更好的了，这批就淘汰了，在家闲着也是浪费，还不如放在这里，算是物尽其用。他眼珠子放光地盯着那几幅名家字画，又上手摸了摸那几方砚台、墨定、国英解，这些东西市面上可很难买呀，留在家里也能传家，就这么不要了。传家，我嘴里有些发苦，我哪有家？传谁的家？你别墨迹，给个痛快话，你这里要不要？你不要，我就送别人去。他连忙点头，要啊，怎么不要呢？我看着他慌忙护在砚台前面的样子，撇了撇嘴，行了，这些都归你处理吧。我走了，心里堵得气散了点。我又忙着收拾起了行李，这次我不需要等他们带上我，我自己也能出去旅游。现在不像以前，网上的信息齐全得很，随便一搜就大把的人教怎么出去玩。我买了去首都的票，第一次坐上高铁，原来高铁上的座位这么软啊！我只坐过绿皮火车，那时候还是陈秋实在城里工作了，让我过去找他。我被两个大胖子夹着，悬在中间，屁股只能挨到一点点座椅。对面的壮汉脱了鞋，浓郁的酸臭味混合着车上乱七八糟的味道，熏得我头晕。即使是这样，我也没舍得花钱去买个卧铺。现在想想，我省钱给谁呢？越想越憋气。我找乘务员买了2盒盒饭，一盒好几十，2盒快100，一口气全吃完了。凭什么便宜他们？我也要潇洒的花钱。还没等我去扔饭盒，女儿的信息发过来了：“妈，你买什么了？怎么花起爸爸的工资卡来了呢？你也太大手大脚了，一花就是几百块。这钱爸都说了要给我装修用的，这就是我的好女儿啊！几百块都说是大手大脚了。见我一直输入中，
女儿倒是来了脾气，不是我不让你花钱，妈你也得体谅体谅我。我没跟家里要房子要车子，就一点装修钱而已，这你也要占用，也太过分了。我还没死呢。他们几个人倒是把家里的财产都规划好了，我就只配在家里洗衣做饭。给他们当老妈子，花个几百块钱都叫大手大脚。再说，我自问也从来没亏待过这个女儿。我深吸几口气，一字一句地回复她：我花的钱是你爸的工资卡，你爸答应你什么，你找他说去。但是这钱有我一半，他就算要给你，也只有一半的话语权。你没跟家里要房子，但你出国留学3年花了将近100万，你哥在国内上的大学，1个月生活费也才1500，他的房子首付60多万，没你花的多。我现在还就告诉你，我活着，我的钱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，我烧了撕了也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发完，我直接退出微信，他回什么我也都懒得看了。窗外的风景多好看，我才不让它影响我心情。首都真的很大，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挤在一起。我在那座小城里生活了几十年，以前见过的人最多的地方还是医院。我本来还习惯性的想要省钱，打算随便找个小旅馆凑合一宿，可想起女儿的指责，最后还是选了一家一看就很贵的大酒店。凭什么他们3口人享受，又是泡温泉，又是5星级的，只要求我一个人节俭？贵有贵的好处啊，人家的大堂都是带着香味的，天花板上还挂着锃亮的水晶吊灯，大理石地面都能清晰地照出人影。前台小姑娘温温柔柔地笑着，帮我办了入住手续，一直到我躺在柔软的大床上时，我这才突然意识到，难怪陈秋实和郑方然那么年轻，原来他们出门过的都是这样的日子啊，每天看见的都是笑脸，可不就心情好，看着年轻吗？我呢，我每天爬起来就要去菜市场，有时候摊贩缺斤少两，我还要为了3块5块的事跟人家理论好半天，早知道省下来的钱都被别人花了，我宁可让菜贩子赚了。我买1斤菜给2斤的钱，那我走哪看的都是别人的笑脸。不过我也就这么一想，实际上一觉睡醒，想到这一宿睡没了400多块钱，还是让人很心疼。再想到陈秋实以前都这么花钱的，我这心更疼了。好在前台的小姑娘特别热情，她还很认真地告诉我该怎么乘车才能去看升旗。临走时，我问她，像这样的5星级大酒店，是不是在哪都要这个价？那姑娘看我的眼神有些错愕。阿姨，我们这不是星级酒店，是快捷酒店，5星级酒店比我们贵得多呢。她帮我下载了一个 App， 能在上面查到酒店的价格，还能提前预定。我试着搜索了一下陈秋实他们住的酒店，一间房1晚上1800多。从酒店走后去看升旗的一路上，我都还在笑自己，赵国英，你可真是个笑话。闹了半天，你以为的奢侈享受，连人家的零头都不算。我站在天安门广场前，花了5块钱请人帮我拍了张照，一个人的照片也很圆满。我端详着照片上的自己，隐约想起上一次拍照还是和陈秋实打结婚证的时候，那时的我头发还很茂密，扎着2根粗辫子，说起话来嗓门都比别人亮3分。再看看现在的我，白发丛生，满脸疲惫，我好像被这几十年的婚姻生活熬干了水分。我的惆怅并没有持续多久，陈秋实的电话打过来了。国英，你把我的工资卡弄哪去了？这刷卡怎么还刷到北京去了呢？我不知道他的焦急是真是假，只是很平静地告诉他，我刷的，我现在就在北京，
陈秋实愣了一下：“你乱跑什么？你一辈子都没出过远门，再碰上什么意外怎么办？不是都说好了下次就会带上你吗？这一把年纪怎么还闹起脾气来了？再说，就算你出去，你倒是节俭一点啊！这钱也花得太快了，一天过去花了快1000了。这钱我还打算……”我打断了他：“是786.5块。”陈秋实愣住了：“什么？”我重复了一遍：“我昨天连吃带住加上车票，一共786.5块，连你们几个订的酒店一间房钱零头都不够。这一家人只有我一个需要节俭吗？就这么差我这仨瓜俩枣的吗？”我一向不过问钱的事，突然这么一问，陈秋实可能也没反应过来，下意识地回了句：“那能一样吗？你又不赚钱。”紧接着他又想往回找不。孩子们都工作了，压力大，这才放松一下。你看你跟孩子们比什么？算了，钱都花了，你也该舒心了吧？现在外面乱得很，赶紧回家吧。这2天你在家也没什么事，记得把我的书从书柜里拿出来晒一晒。他还有脸让我晒书？我看他该晒晒脸。他不说我也没想到。这一提，我忽然想起来，那些书我也该捐了。回去就这么干。一想到他回家看见空荡荡的书房，我就憋不住的想笑。让你的郑方然给你晒吧，他不是一向爱帮忙吗？赵国英，你最近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总跟方然过不去？我不是都说了，我们就是清清白白的知己。我直接挂了电话，不想在这么庄严的地方跟他吵这种脏事。清清白白的知己，真是脏了知己这个词。他知他深浅，他知他长短，除此之外，他俩知个屁。我在故宫转了一上午，从石板路走出来，又挤上了地铁，去南锣鼓巷吃了炸酱面，又去看了鸟巢和水立方，心满意足地踏上了回家的路程。接下来我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呢。这一路我看见很多人都是拖家带口出来旅游，他们牵着孩子，领着老人。我看着那些人幸福的画面，越来越肯定，我的丈夫和儿女抛下我，不是我的错。既然他们抛弃我，那我也不打算死赖着他们一家人了。他们是提前2天回来的，回来的时候还带上了郑方然。陈楚一进门就扯开嗓子喊了一声：“妈，家里来客人了，快端水果。”陈淼脱了鞋直奔冰箱，看着空空的冰箱，扭头质问我：“妈，你怎么没给我准备果汁呢？我回来的路上不是给你发信息了吗？”我冷冷地看着陈楚：“你给自己换个妈，也不急于这几天，过几天你想招待谁就招待谁。”接着扭头又对上陈淼：“你花多少钱雇我给你干活？”陈淼懵了：“什么意思？”郑方然笑了笑，鞋都没脱，施施然的直接踩上地板，径直走到沙发前坐下。秋实说：“你误会了，让我向你解释解释。这次我出去旅游，也是恰巧遇见他们几个。国英姐，我们是老相识了，你也知道我的。要是我和秋实有什么，他当初怎么会追求你呢？”我一把抽出他身后的抱枕，拍了拍灰：“这可是我亲手绣的，被他弄脏了就可惜了。有的人前半生爱吃肉，后半生爱吃屎，口味这东西谁说得准呢？我哪知道陈秋实怎么想的，活着活着就变了样。反正我是觉得，一男一女隔几个月就出去住几天，很难说不是饭菜吃腻了，惦记起屎来了。”郑方然笑意僵在脸上：“你什么意思？空口白牙的说这些脏人耳朵的话，污人清白。难怪当初你在村子里名声就差，秋实居然还说你老实，他可真是走了眼。”陈淼的视线在我们俩中间转了几个圈，见我一直没理他，一跺脚就回了房间。陈楚这个愣头青倒是急着给他的好三妈出头：“妈，你也太过分了，
哪能这么说方姨呢？她好心过来给你和爸解除误会。她的话被我一巴掌打断。陈楚捂着肿起来的脸，震惊地看着我。妈，你打我？我点点头，在撒谎。我还打你？你是第一次旅游偶遇他吗？你是次次都偶遇吧？我抓起一叠照片，砸在陈楚脸上。我可真是养了个好儿子啊，跟别人母慈子孝，回家里拿亲妈当老妈子使唤，撒起谎来是眼走不眨。现在你再解释解释，这天南海北，他怎么就跟你们几个缘分那么深？月老什么都不干，每天就忙着给你们几个牵线，是吗？陈楚缩了缩脖子，挤在沙发的角落没吭声。郑方然看着那些照片，慢慢冷了脸色。这能说明什么呢？几张照片而已，又不是什么过分的事。秋实不跟我结伴旅游，难不成还能带你出去吗？你看得懂从山意境吗？你见水会吟诗作赋吗？人要有自知之明的。当初你那个烂名声，秋实娶了你，一辈子也没抛弃你，你该满足了。换了你自己，你又能对着自己这张脸产生多么深厚的感情呢？我摸了摸自己的脸，轻轻笑起来。我说郑方然啊，你以为自己有多少文化呢？咱们俩当初是同一批高考，你分比我还低几十呢。我是考上了，没读。你呢？我听说你复读了3年吧？郑方然脸色忽然变了变，有些得意起来。陈秋实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：“赵国英，你现在怎么这么没素质，还学会戳人痛处了？方然当初考了3次才考上大学，那说明他坚持不懈。你呢？你1次没考上就泄气了，你自甘堕落，凭什么说别人？”我转过身，抄起桌子上的盘子，劈头盖脸地砸在陈秋实脸上。陶瓷的盘子直接就碎在了他脸上，瓷片崩了满地，也没扎漏他那张脸皮。你还有脸说当初我学习比你好？你个蠢材都能考上大学，我为什么没考上？你心里没数吗？要不是高考前几天你非要去厨房帮忙，我怎么可能伤了手？你上大学吃的、用的、花的是谁的钱？你穿的衣服是谁给你做的？你妈听见你还要花钱，当初跑得比兔子都快。她不管你，都是我在管。现在你有脸说我自甘堕落？陈秋实脑袋上顶着碎渣，也不知是被我打的还是气的，脸都涨红了，跺着脚：“赵国英，你这个泼妇！”郑方然连滚带爬地从沙发上起来，抓着陈秋实的手往他身后后躲。这下陈楚也不缩在一边装死了，站起来拦在我面前：“妈，你这就过分了，好好说话不行吗？怎么还动手打人呢？”我一耳光甩在他另一边脸上：“那不打他，我打你！你是我生的，我养的，我供你读书，仁义廉耻都被你读到狗肚子里了。你帮你亲爹瞒着亲妈，拿亲妈当老妈子，当猴耍。你可真是我的孝顺好儿子啊！”陈楚捂着脸：“你怎么又打我？陈淼也知道，你怎么不打陈淼呢？你就是偏心，每次都是我们一起闯祸，你只打我不打他。他高考没考好，你送他出国留学，我考好了，就只给我那么一点生活费。他红着眼睛，句句都是埋怨，我被气笑了。陈淼说我偏心，你也说我偏心，你们不愧是龙凤胎，还真是心有灵犀。你们一起闯祸。”陈淼马上认错：“你梗着脖子顶嘴。陈淼出国留学之前，我明明也征求过你的意见，你当时不也同意了吗？现在倒是想起来不平衡了。你的生活费是你爸给你定的，他亲自说的，男孩要穷养。”我扬了扬下巴，指着郑方然：“你那生活费省下来，我也没花1分，不都被他们俩拿去游山玩水了吗？”陈楚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他那垂着大眼皮的爸爸，跺了跺脚：“没话说了，
他一扭头就回了房间。这下终于清静了。我走到陈秋实面前，平静地说：“我要跟你离婚。”陈秋实还没说话，郑方然倒是先跳出来了：“不行，你们不能离婚。”我扬了扬手，他下意识地缩起脖子往陈秋实身后藏，人怂了，那嘴还没消停：“你俩离婚？我成什么了？那多影响我名声！我可什么出格的事都没干。”陈秋实倒是很淡定，他握着郑方然的手，顶着满头碎瓷片，气定神闲地看着我：“你想好了，真的要离？你这个年纪，出去打工都没人要的，离了婚，谁养你？”我一把挠在他脸上：“你这脸皮比鞋底子都厚，你养我，你倒不如算算，这些年你欠了我多少？外面伺候瘫痪病人的护工，一个月起码要8000，我伺候你妈16年，你上大学穿的人模狗样的，是我一针一线给别人做衣服赚出来的。你刚工作的时候，工资才80块钱，我照顾2个孩子，到晚上还点灯熬油的帮别人剪线头，一分一分凑钱贴补家用。现在你混出头了，有脸说你养我？”陈秋实面色涨红，也不知是羞的还是气的。我从兜里掏出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，赶紧签字，跟我去办手续。陈秋实抓过那几张纸，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，直接撕了个粉碎，分我1半家产。你做梦！我最多给你10万块钱安家费，不要的话，你就净身出户吧。我冷眼看着他：“你可想好了？我现在是好好跟你商量，过了这个村，可没这个店了。你现在答应跟我离婚，还能顺顺当当跟你的知己双宿双飞，不好吗？”陈秋实嗤笑一声：“跟你这种泼妇讲不清道理。”我点点头：“好，那你别后悔。”我拎着包转身就向外走去，陈秋实在后面喊我：“赵国英，你上哪去？这屋子还没收拾呢。”收拾屋子，他自己都快被收拾了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就坐在了陈秋实单位门口，身边立了张大泡沫板，上面贴着陈秋实和郑方然的爱情故事，好多人围着看。我也不嫌丢人，有人问我，我就绘声绘色地给人家讲他薄情寡义，讲他半辈子靠吸老婆的血活成个人样，还想让老妻净身出户。陈秋实在外面一向表现得人模狗样的，把雾气糟糠挂在嘴边，现在我就要撕了他这张老脸。他的老领导倒是向着他，在我身边急得团团转。我说：“弟妹啊，你这是何苦呢？陈秋实虽说做的有不对的地方，但你也没抓到他俩发生什么实质性关系，对不对？回头我让他跟你道个歉。你说你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眼看着要享福了，闹着一出多不好看。”我睨了他一眼：“享福？谁享福？洗衣服做饭的福，还是人家游山玩水，我在家里擦桌子扫地的福？这福气给你，你要不要？”他一噎，半晌没说话。电话铃响了，他满脸尴尬地接起来，瞪圆了眼睛，放下电话。他急忙忙地招呼我：“国英啊，你可别再闹了，你家老陈住院了。”我白了一眼：“他住院关我什么事？找郑方然去呀。”他无奈地看着我，摇摇头，叹了口气。没多大会，我的手机也响了，是陈楚。他大概是真的急了，声音都带着哭腔：“妈，你把爸的那些字画砚台弄哪去了？那可都是爸的命根子啊！今天早上爸去了趟书房，直接就躺下了。我为了送他去医院，班都没上。妈，你跟爸闹脾气，拿东西撒什么气呀？都到这份上了，他还觉得我是在闹脾气。你爸没告诉你，我要跟他离婚吗？哎呀，你们俩都多大年纪了，还离什么婚？大不了我替他向你道歉呗，行了妈？我知道那些东西贵重，你舍不得扔，
快告诉我，藏哪了？他倒是了解我，既然他非要问，那我就只能告诉他了。我捐了，告诉你爸去吧。以后他想看，就去图书馆饱饱眼福吧。就是人家让不让他碰，那我可说不准哦。这下陈楚急了，不是妈，这玩笑可不能乱开呀！你怎么这样呢？我懒得和他废话，直接把他拉黑了，继续给围观群众们讲白眼狼一家人的故事。我早知道那些东西对陈秋实很重要，但我没想到他这么脆弱。他只是被笔墨书画刺激一下，又被他单位同事调侃几句，刺激那么几下，就这么中风了。陈淼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并没像陈楚那么上蹿下跳的。妈，爸中风了，你要不要来看看？我知道你不想来，我就是象征性的问问你。他的情绪似乎很低落，我下意识想关心几句，但忍住了，没开口。他26了，已经不是那个会扑在我怀里说最爱妈妈的小孩子了。最终我也只是回了一句，我就不去了。这种情况，我提离婚更难了，那就起诉吧。打官司要等很长时间。我一个人找了家滨海城市的老年公寓，还在这里认识了不少老姊妹。我们在活动室里打牌，一起去海边散步。有时候我还会帮他们改改衣服，老姊妹的儿女过来看他们，有时候也会顺手给我带些礼物。看，知恩图报的人也不少，就像当初给我整理陈秋实照片的那个小孩，他也只是爸妈吵架的时候吃了我几顿饭而已，但他会为我打抱不平，也没想着替别人瞒我。可我血肉喂养、精心照料的儿女，不提也罢。大概几个月后，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，刷到了陈淼的消息，她那个贼眉鼠眼的男朋友，到底还是出轨了。陈淼直接做了60多页 PPT， 把那男孩的事散播的到处都是。这招不错，回头我也学学。只是不知道，这次他怎么不觉得一男一女吃吃饭、看看电影什么的，都是小事呢？ PPT 的结尾是一张机票的照片，他准备出国了。陈楚又给我打来电话，哭唧唧的：“妈，你快回来吧，我又要上班，又要伺候我爸。”陈淼还甩手就要走人，我这日子没个过了。这下我知道错了，那个郑方然，他根本就不管我爸。我笑了，他爸偏瘫，没钱拿，这种事谁会插手啊？你爸不是手里有钱吗？给他雇个护工不就得了吗？陈楚支支吾吾，你们这么多年感情，那不是老伴老伴，老了才是伴吗？我明白了，这是打着我回去了就不用花钱的算盘呢。别想了，除了办手续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当初我也是这么伺候你奶奶的。我伺候你奶奶的时候，你们在外面不是玩得很开心吗？现在轮到我在外面玩了，你好好体验体验这种感觉吧。最终，这个离婚我还是没办成。陈楚图便宜，请了个阎王护工，就是那种随便敷衍着伺候伺候，把人伺候走，赶紧换下家的。陈秋实在他手里，没撑几个月就彻底没了人样。邻居家的小孩告诉我，赵奶奶她被抬出去的时候，身上都生蛆了。咦，我太熟悉瘫痪病人了，想也知道，一直躺在那一动不动，血液不流通，是会长褥疮的，褥疮会溃烂，再加上不干净，可不就要生蛆吗？不过也好，省事了，这下不用分财产了。我也没给他买墓地和骨灰坛，勤俭节约嘛，随便找了个垃圾桶，把骨灰收了起来，一路拎着走。路上遇到臭水沟，撒几块；碰到荒山，扔几块，最后几块被我砸碎，顺风扬了。怎么不算成全了他的山水之情呢？陈楚一直跟在我身后，几次想要开口，却都咽了回去。直到我上车前，他才凑上来：“妈，我知道错了。”“你别。”我摇摇头，
我养你，没指望你尽孝，我只希望养出2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我失败了，那也就算了，以后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们就当不认识吧。我累了大半辈子，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想为自己活了。老姊妹给我打来电话：国英啊，快回来，等你打牌呢，极限3缺1。我快步走进高铁，向属于自己的余生出发。